欢迎收听华瑞投银观点。美债市场刚刚传来一个足以震撼全球金融圈的重磅信号。高盛研究团队在最新的全球利率报告中指出，美国财政部决定将1250亿美元的季度发债计划进行暂时性的封顶，并释放出放慢发债节奏的信号。这不仅仅是一个行政流程的调整，据高盛经济学家指出，这背后隐藏的逻辑可能直接暗示我们正处于这一轮利率周期的顶部，甚至预示着债市供需失衡最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高盛研究团队在报告的开头就明确提到，财政部对可销售借款的估计整体上与市场先前的预期基本一致。具体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的预计借款额为1890亿美元，虽然这个数字比起今年2月份的预估值有所上修，但真正引起市场关注的重点在于第三季。高盛报告预测，第三季的借款规模将大幅跳升至6710亿美元，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财政支出信号。但值得大家高度关注的是，高盛分析认为，第三季末的财政部现金余额 TGA 将会来到9500亿美元的高位，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原先市场预期的8500亿美元。华瑞认为，财政部之所以将现金储备目标调高1000亿美元，最核心的原因在于因应未来更大规模的资金支出压力。这反映出美国政府在现阶段对于现金流管理的态度已经从积极支用转为保守储备。高盛研报中特别帮我们回顾了一个技术细节，自2015年以来，财政部的核心政策就是维持足以支付1周现金流出的余额。高盛认为，随着美国联邦政府的整体支出规模与债务滚动需求不断攀升，这种1周安全边际所需的绝对金额也会随之水涨船高。换句话说，9500亿美元的现金储备很可能只是新的常态点。未来我们将看到财政部更频繁地持有高额现金，这对于整体金融系统的流动性将产生长期的抽水效应。接下来我们来看最核心的发债规模细节。高盛研究团队在报告中观察到，这一次的名目息票债券、抗通膨债券 TIPS 以及浮动利率票据的拍卖规模通通维持不变。从高盛提供的数据表可以看到，2路至7年期的中短期债券依然是供给的主力。例如2年期国债每月拍卖规模维持在690亿美元，5年期则维持在700亿美元。财政部在声明中给出了极为明确的承诺，表示目前的拍卖规模很可能在至少未来几个季度内都会维持现状，而不会进一步扩张。华瑞认为，这份指引对于当前脆弱的债市来说，无疑是一剂强效的止痛药。过去几年，投资人最恐惧的就是发债量无止境的增加，进而导致供应过剩，推高债券殖利率。高盛报告显示，他们原先预计财政部会在2027年2月就开始重新增加息票债券的发行规模，但最新的评估是，财政部决定将这个扩张的时间点往后推迟整整3个月，也就是要到2027年5月才会考虑增发。华瑞认为，这3个月的时间差具备极大的战略价值。这意味着在未来整整1年的时间里，美债供应的压力已经被提前锁定，这让市场有足够的时间去消化现有的债务负担，对于稳定长期利率环境有着决定性的作用。高盛研报进一步对未来的增长路径进行了细化拆解。他们预计，当2027年5月真的开始增发时，增加的量会主要集中在2年期到7年期的中短期国债，而长期债券如10年前、30年期的规模则会尽量保持稳定。高盛分析师提到，财政部现在对市场的需求信号保持高度的敏感，如果届时需求疲软，发债计划随时可能再度微调。华瑞认为，这种看菜吃饭的灵活发债模式反映出美国财政部已经意识到政府的利息支出成本已经来到了一个敏感的临界点，因此他们采取了一种延后但加速的策略。现在先按兵不动，以安抚市场，等到明年5月再以每个月增加约20亿美元的速度更快速地完成增发目标。值得注意的是，高盛研报也揭露了市场微观结构的重要变动。财政部宣布调整20年期美债重新开放拍卖的结算日期，这是为了解决一级交易商反馈的一个长期痛点，也就是所谓的回购市场特别券现象。据高盛报告显示，过去长期以来拍卖与结算之间的间隔太久，导致特定期限的债券在回购市场中变得极度稀缺，进而引发融资成本的异常飙升。华瑞认为，这种细节上的技术优化不仅是财政部在向交易商示好，
更是在确保美债作为全球最核心抵押品的流动性能够保持平稳，这对于稳定全球金融体系的底层融资成本至关重要。报告中还有一个非常前卫且具备深远影响的讨论，那就是财政部借款咨询委员会正在研究是否要将 TGA 中的多余现金直接投入到回购市场中赚取利息。高盛分析指出，虽然从政府整体的资产负债表来看，直接的经济收益可能非常小，因为这主要取决于回购利率与联准会支付的准备金利率之间的细微利差，但华瑞认为这项计划的真正影响在于平滑流动性。如果财政部能将暂时没用到的闲置资金重新放回回控市场，就能有效抵消 TGA 余额剧烈波动对银行体系准备金的冲击，进而大幅降低整体资金市场的融资波动风险。高盛研报在结尾部分特别强调，这种做法如果一旦制度化，将会产生一个重大的宏观后果，那就是联准会未来可能不需要维持目前这么庞大的资产负债表，就能保证市场有足够的流动性。这是因为财政部的现金储备本身就能成为一种调节市场资金余入出的缓冲工具。虽然财政部表示目前还需要更多关于操作与执行的研究，但华瑞认为这已经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美国财政部正试图从一个单纯的债务人转变为具备市场流动性调节能力的角色。这种角色的转变将对未来的缩表进程产生重要影响。从高盛这份详尽的再融资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清晰的政策蓝图。美国政府正在透过放慢发债节奏，并同时优化市场底层的融资机制，来试图软化债务洪峰带来的负面冲击。华瑞认为，2027年5月将会是未来一年全球债市投资人必须死守的一个关键时间节点。在高盛的专业视角下，这是一个明确的利多信号。这意味着市场先前最担忧的利率失控风险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利率最狂热的上行阶段可能已经宣告结束。华瑞认为，对于投资人来说，这份报告揭示了利率顶部区间已经变得越来越清晰。虽然市场短期内还是会因为各项经济数据的公布而出现小幅震荡，但在财政部明确表态未来几个季度不增加拍卖规模的前提下，美债的长期配置价值正随着供应压力的缓解而持续放大。投资人在面对这种宏观变局时，与其焦虑地去猜测联准会降息的精确月份，不如关注财政部这种实实在在的供应端减法，因为在市场逻辑中，这才是决定债券价格中长期底部最真实也最稳定的一股力量。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启发。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